林肯号它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那实际上来讲，它的战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涵盖了伊朗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 C-17这种空中霸主的这种运输机，它已经从欧洲不断向这个无论是约旦或者是以色列进驻运输各种的装备，那个造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剑士3式它可以飞到的高度已经高达了2000公里。剑士2式是1000公里啊，这么多弹药的一个耗损，无论是剑士2式或剑士3式，还有美国部署的萨德，其实这一些累积起来都是天价，而且它的数量不足。今天中东情势要带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到是哈米尼现在已经正式的坐镇在地下碉堡里面了，要指挥全面的作战。另外一头，今天会持续来关心到是美国的航母现在逐渐已经要杀进波斯湾了。另外一方面，还有战俘454枚已经上膛，而且川普喊话了，他说伊朗核武已经正式的离他造出来只需要2个月的时间。美伊在这个摊牌时刻，我们今天会来关心是会美国先打瘫伊朗，还是伊朗先造出核武？今天会一起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的是，伊朗现在正式的进入在全面作战了。刚刚提到的哈米尼，除了坐镇在地下碉堡之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不管是在地下，其实呢，伊朗它也有秘密的这个藏飞弹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多的量。那影子航空则是在这个天空呢，它走私各种的武器，所以现在武器得到的速度等等都还算蛮快的。另外就是核进度了，现在到底如何了呢？伊朗真能撑过美以的第一波打击吗？今天会做解答。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看到是美国的武器已经全面上膛了，不管是林肯号快要到波斯湾，战斧巡弋飞弹，还有各种的战机，不管是 F-15或 F-35也都准备好了。这是第一波就要打瘫伊朗吗？最后今天会来关心到伊朗现在核武的进度，因为呢，川普在论坛上面已经直接最新放话，他说伊朗2个月内就可能拥有核武了。那美国会不会直接干脆先下手，把核设施放在第一波打击就把它处理掉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谈了很久的林肯号现在已经快要正式的开进在波斯湾了，预估在数小时内就会杀进波斯湾。现在欧洲的航空公司也都拉起警报了，要求说，航空公司陆续宣布不要飞往以色列跟波斯湾的航线了。另外一方面也被看到说，美国的运输机跟空中加油机也都逐渐的抵达在中东地区了。赶快来看到现在 X 网上面特别列出了美军在中东的火力网，一系列的从不管它的是航母、它的飞弹、它的巡弋飞弹到战机已经全面准备上膛。赶快来稍微盘点一下，包括林肯号搭载了6个战机的中队，并且有伯克级驱逐舰配备大量的战斧飞弹。现在预估呢，战斧齐射能力可以到358枚，如果再加上这个航舰打击群的话，可以高达450多枚。而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战机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F-35、F-15、F-16，甚至还有 A-10攻击机。那我们来看到伊朗方面也是现在喊说已经全面备战了。伊朗的方面则是准备的是，除了哈米尼坐镇碉堡地下化之外，他们有武器的走私线跟核倒数。赶快来也列一下，伊朗现在全面备战做了哪一些准备？哈米尼现在已经在地下碉堡指挥作战，并且传出他已经在这个碉堡里面选好未来的接班人选，以备不时之需。而且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这个地下的基地也有各种的准备，尤其在7年前，他就已经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边境盖好了这个地下的基地，主要就是用来储存飞弹、运送武器、支援伊朗跟他的附属民兵，更是向真主党来运送武器的重要路线。航空，我们来看到革命卫队则是透过民用的航空公司，他们可以规避各种的国际制裁，偷偷的走私各种伊朗所需要的，不管是武器、资金，甚至到设备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盘点一下，现在哈米尼已经正式进入到地下碉堡了，是全面备战模式。而地下化，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藏兵这些飞弹、影子的航空走私到核武的发展，这种拖不垮的战争会不会让美国进入长期消耗战？那美国这次寄出的各种武器，不管是航母、它的战斧 F-35，是威吓还是准备开打？小舰长怎么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航空母舰除了福特号
它现在还在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都在这张表上，也就是尼米兹级的。那浅蓝色的，也就是最近有动态的部分了。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在这一个在这个美国西岸的部分啊，其实有动态的就是罗斯福号。那另外这边就是我们看到的。林肯号它已经进入了阿拉伯海了。那实际上来讲，它的战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涵盖了伊朗了。那另外呢，比较特别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这一个罗斯福号。罗斯福号它已经从圣地亚哥起航了。另外还有一艘，也就是布希号。布希号它原来的位置呢是在这一个诺福克，也就是美国东岸的部分，它出海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动态或消息，我们都应该怀疑啊。例如说像这一个罗斯福号或者以及布希号都是后备准备要进入到前往波斯湾的部分了。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张呢，也就是实际上来讲在22日，那也就是多天前啊，这个林肯号它的一个400海里的一个作战半径，其实就已经接近了，那现在已经涵盖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讲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 C-17这种空中霸主的这种运输机，它已经从欧洲不断的像这个无论是约旦或者是这一个以色列进驻运输各种的装备啊。那这种装备呢，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不得而知。而且实际上来讲，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应该要看到这一点，那也就是迪亚哥加西亚岛的部分。但是很可惜的，也就是最近15天，迪亚哥加西亚岛它都是这个被这个白墙啊，也就是白云密布，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部分了。那有关于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可能的动作，其实都跟去年的6月17、5月之锤的状况有点像。不过这一次可能它的打击的目标点以及它的一个攻势会更为强劲哦，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林肯号。那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像这张图，它下面写的是艾森豪号，可是艾森豪号现在才刚刚出发而已，它要到达地中海还需要最起码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应该也不是。那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伯克级驱逐舰，因为原来在这个中央司令部辖下，在这个波斯湾这边原来就有部署，所以它也可以作为第1级的一个目标啊。是，那也就是其实伊朗早就知道它可能会面对这种打击了，这个已经大概这个图片已经超过5年以上了哦。也就是 BBC 当年访问伊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只截一张图啊，它是一望无际的，通通就是它的它的地下掩体里面全部通通都是这些弹道飞弹。那另外他们还进行过校阅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们说其实美国跟以色列面对这个伊朗可能的反击，就像当年5月之锤之后所遇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后面拖的白色尾巴的，全部通通都是弹道飞弹。那这些弹道飞弹为什么后来对于以色列造成重大的打击？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由铁穹，其实它有更厉害的，也就是大卫投石以及剑士2式、剑士3式，但是那个造价都非常昂贵，因为剑士3式它可以飞到的高度已经高达了2000公里，剑士1式是1000，剑士2式是1000公里啊。那也就是说，这么多弹药的一个耗损，无论是2式或剑士2式或剑士3式，还有美国部署的萨德，其实这一些累积起来都是天价，而且它的数量不足。至于说他们现在要攻击的这个，可能是就是有关于地下核设施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是上一次被攻击的纳塔斯的部分了。可是现在他们挖了一个更深的，也就是之前的碉堡克星的范围的攻击的有效范围
更深的，那也就是这一块啊，那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急于动手，拿着一些就是伊朗内部的问题，然后就来做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要遏制伊朗的这个核弹的一个研发。是，确实哦，川普已经说他预估2个月内伊朗就可以造出核弹。针对刚刚的同样的问题，委员要怎么看？美国大军调动有威吓的成分，也有实际要进行攻击的计划，但是这里面真正的关键是到底美国的情报灵不灵？如果美国情报很灵，它会很迅速的进行攻击，那也可以很迅速的撤退。那如果美国的情报不灵，那可能要拖一段时间。情报灵不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教士集团的领导人大概有30个人名单是在美国的铲除的名单上面。比如说哈米尼躲到哪里，你能不能知道？尽管他地下碉堡，美国有钻地炸弹有各种方式可以来进行攻击。如果没有办法把这30个教士集团的头目给铲除，那伊朗的这个问题还是会一直存在。伊朗的问题就是教士集团贪污腐败跟动不动就是要恫吓其他国家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革命卫队的头目也有50几个人那为什么说这50几个革命卫队的头目加上30几个教士集团头目一铲除以后，伊朗就会风平浪静，回归正常，因为这些人都是阿塞拜疆人，这是伊朗很独特的历史原因，就是满清皇帝少数统治多数，伊朗人没有一个人当中国大陆官，通通是满清皇族，你就知道这个很特殊，所以只要这一些人铲除的话，他的整个国家的权力就会回归到民选的总统、民选的国会跟民选的政府身上。他不是没有，而是什么？他根本就是摆个样子的。而真正的什么，这个总统不是位阶最高，也不是权力最大，反而教士集团不用选举的，位阶最高，权力最大。那教士集团是靠他们组织的革命卫队来保护，来进行恐怖统治。那目前这个整个伊朗的国家的石油收入是怎么分配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控制这个国家，因为伊朗的那个财政部只收到30%的收入，另外40%归革命卫队，30%归教士集团，你就知道这个集团贪污有多么严重。对，所以面对这个状况呢，美国除了说目标可能要攻击核设施，目标可能也要攻击他的导弹库。但更重要的是铲除这80个人才是他美国的当务之急，而且这80个人在伊朗的社会里面也失去了他的威望了，所以现在铲除是个好时机。可是问题是你情报到底灵不灵像以色列在铲除真主党的时候，那情报准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你现在能不能对伊朗有这么准确的打击力？如果有的话，美国就会很快的动手而且这个动手。中国、俄罗斯又不能说什么因为中国、俄罗斯自己也知道，这个伊朗这个教士集团已经到了满清末年了。是第一个你是少数民族，第二个你是外来人，第三个你透过回教去控制这个国家，反而大多数的伊朗人是被统治的只能选出一个没有权力的总统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是给这个美国很好的机会，只剩下看情报灵不灵而已。好，所以美国的目标很清楚了，包括了伊朗的重要的80位领袖，还有导弹库跟核设施。尤其现在川普说了嘛，在2个月之内，伊朗就可以拥有核设施。所以美国会不会趁这一波的打击，首要目标就直接瞄准在伊朗的核武呢？还是有可能这个只是要打战的一个说法？杨老师怎么看？我们先看去年6月。应该是22号，就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几个核设施，主要在3个地方，一个叫纳坦兹，这是最主要的核设施厂；另外一个叫福尔多，也是一个核设施跟研究中心；还有呢，一个叫布什尔的核电站，进行用 B2 轰炸机，用 GBU-57的巨型炸弹，就是穿下去。我们到时候那个时候都看到，就是有很多那种洞穿进去。那当然，第一时间川普宣布是一个大的胜利，
虽然后来我们听到美国军方有一些说法，说好像没有真的铲除掉伊朗的核设施，可是看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纽约时报》综合了一些各方面的这个评估，那觉得这一次的轰炸对伊朗是造成很严重的这个核武发展的重创，大概过去这15年来第一次使得伊朗失去了制造核武的途径。那途径指的可能就是来源、设施、浓缩铀等等之类。那到底现在它还有没有核设施？我个人觉得应该某种程度还是有，还人员也有一定的存在。那有没有意愿或者是这个时机点再去重启？其实应该被轰炸之后第一时间他就思考到重启。这一阵子的内部的动荡会不会使得革命卫队最高领袖想要再重启？我觉得只有加速，因为他们知道对他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内部，而是来自于美国和以色列。因此，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讯息了，以色列当然也看到了这些迹象。你人员的调动啊、物资的移送啊等等之类，都很清楚可以掌握到的。所以，川普大概才会说2个月，但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作为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有时候这个程度跟细节决定很多东西。可是，其实对川普而言那我觉得一旦有这种疑虑，对一个像有核武准备的这种你的对手，你只能够用最宽松的角度来去做评估。你不要问太多的细节，因为一旦他真的有核武或者做起来之后，那整个局势就改变。因此，现在他如果可能会打的话，我觉得大概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针对核设施，要阻止你现在继续去发展，那这当然消灭这种未来的隐患。那第二个当然一种警告，但这个警告其实跟打击的第2种可能也是，他除了核设施，他会不会去打斩首？对，或者是军事设施，那这些作为跟打核设施一样，其实也在推动政权的改变，也就伊朗内部政权的改变。他不用地面部队，他用打核设施的名义，他用斩首的方式，然后推动伊朗内部的这种动荡，然后呢政权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要保护美军的基地跟以色列，这个也就是说在针对核设施上面他的这个评估。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回过来看当初去年6月22号。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可以说只能这样评估，打得不干净，对，一定留下了一些东西。那现在呢，又有重启的可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在中东情势。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美伊现在正式进入开战的倒数。今天特别关注到是伊朗现在也在备战美军了，包括了现在集结的。据传达到了2000万来自于巴斯基民兵在做动员。另一方面，俄中会不会也在介入，甚至或许是在观战而已呢？中东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伊朗现在叫战，要打击可能最终攻击的目标就是美军的基地，而另一方面是真的已经要打起来了吗？因为美国跟澳洲已经在启动撤侨，从伊朗撤出来了。美军现在高度戒备，是否已经站在开战的门口？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是伊朗现在蓄势待发，准备了包括了2000万的巴斯基民兵，加上2000枚飞弹，蓄势待发。和俄罗斯恐怕在这背后帮忙撑腰吗？伊朗有没有能力可以打击美军跟以色列呢？最后来看到的是，如果真的不幸开战了，双方开战，那么中国跟俄罗斯的角色会是什么呢？会出手相挺吗？还是冷眼旁观？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全面的解答。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放话了，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特别注意到是以俄语来警告华府，他说你的态度已经严重的失算了，过去美国你就因为误判受挫，未来你也将会因为错误的计划导致你再度的失利。而他这次特
特别使用俄语，也被专家分析说是在显示伊朗正在快速的向俄罗斯靠拢当中。另一方面，伊朗的国会议员也开始警告美国了，如果你真的敢做军事上面的干预，那么包括你在中东的基地、还有船只跟人员，都会成为我们伊朗攻击的目标。这是来自于议长的最新说法，他说会让美军遭遇永生难忘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入开战倒数了呢？我们从几个迹象来特别做观察。首先来看到美国跟澳洲的领事馆已经开始做示警了，空域随时可能要关闭，所以呢紧急发布了撤侨令。另一方面，白宫现在也发布了一个动员式的一个贴文，大写的字母是写着说：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愿上帝保佑美国，而我们现在才正要开始，这是第二个迹象。再来看到是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也现在不断的浮动，甚至是飙升当中。分析指出了，这是在美国在这中东地区的部署。他说，美军在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边已经部署了这一些先进的战机，搭配战舰，随时都会可能对伊朗地区发动空袭。而川普另外一方面，除了在军事上面喊说要介入之外，在经济上的制裁也正式的展开。他说，跟任何有伊朗商业往来的国家将会被课征25%的关税，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税也被专家嘲笑说，是不是你川普无计可施，所以只能打出关税战呢？我们也要来看到，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现在美国祭出了各种的军事武器，在做准备的同时，伊朗在军事上面的准备包括了他声称拥有2000万的民兵正在动员，这个是巴斯基准军事组织，准备要来镇压这些抗议的群众，并且把这个矛头也对准了美国跟以色列。另外还准备了2000枚的飞弹。还有就是伊朗的国防部说啊，不只是他们自己内部有足够的武器，甚至现在还传出有量能可以做出口。他说，接下来其他的国家可以透过加密货币来跟他们买武器，而可以买伊朗的武器，包括了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它的战舰，还有短程防空系统等等。而俄罗斯在这几天也被发现，他不断的往来德黑兰，是否在暗中援助伊朗呢？被拍到他的运输机不断的在这个德黑兰的附近，被猜测可能就是在提供军事的援助，或者是为最高领袖在撤离上面来做准备吗？我们今天看到伊朗不管在军事、经济、外交上面都已经开始做准备了，而美国另外一方面，除了动武可能接下来的动武之外，制裁也在进行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了，伊朗这个快速的动员，还有包括他的军事武器都准备好了，还透过俄罗斯取得一些技术，代表他已经准备要对美以正式的发动攻击了吗？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中东地区的安全会如何发展？伊朗真的有能力打败美国跟以色列吗？干哥怎么看？好，伊朗跟委内瑞拉情况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斩首，你也没有办法活捉那个哈米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坦白讲，这个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他们的那个防卫跟他们的一个保密的系统其实是蛮健全的。所以说，你如果美军或者 CIA 他们要得到先期的情报跟资料的建立的话，老实讲一句，都蛮片段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川普在下手之前，他要考虑再三。去年6月，他用 B-2 轰炸机解决了一些伊斯法罕的那个地下核设施，那是用空中武力做得到。但现在你遇到的是伊朗的情势动乱，它已经衍生成为全国性的暴动。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看法他们的统计数字说，可能死亡人数已经上千了。但是我们就是国际媒体没有办法进到现场去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只听到很多周边的报道。那伊朗官方是说已经死了100多名安全部队，那你可以向上推的话，那平民死亡的应该是在这个5到6倍，所以我们认为是500-600人的平民死伤，这是可以被预估的，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直接去干预伊朗的内政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不太大。为什么？因为那个就必须是要出动正规部队才有办法做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有人说美国在波斯湾、在中东当地现在没有航空母舰怎么办？
不要多虑啊，没有航空母舰，我们还有这个 B1 轰炸机跟 B2 轰炸机，再来我们还有核子潜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对针对性的目标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这是美国的强项，也就是说精准打击。什么叫精准打击？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伊朗的神学就是说那个宗教政权的最高的指挥部，也就是说哈米尼他的住所或是他的开会的地点以及革命卫队这些将领所群聚的地点，这些资料美国全部都有。一次打击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端赖美国情报的准确无误与否。所以说，你既然美国在地中海上或者是在波斯湾上现在没有航空母舰，那并不代表美国就不能够出手干预，因为美国是全球的力量，所以就算是航空母舰上面的战斗机也没有办法飞那么远，因为从亚丁湾、波斯湾飞到伊朗境内再回来，已经1000多公里了，这是战斗机的极限。所以需要轰炸机来做。美国最有可能就是出动 B1 结合 B2 两种飞机一起来对点式的精确打击，这是最有可能的。不然就是在海里面的，你根本找不到它。核子潜艇直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伊朗自己本身的防卫力量。伊朗还是跟委内瑞拉一样，它有 S-300，甚至有 S-400，俄罗斯最精锐的防空武器。那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伊朗空军可不是三脚猫啊！伊朗空军从巴勒维国王时代就非常有名，大家还记得1980年到1988年的2伊战争，伊朗空军打伊拉克空军2伊战争，那根本就是摧枯拉朽，伊拉克空军根本不是他对手。为什么？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伊朗空军在40-50年前是美国人训练的，它是由美国训练的，所以现在它还保有 F-14熊猫战斗机，大家相信吗？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捍卫战士》那部电影里面，伊朗怎么样，他都想办法保存下了 F-14熊猫战斗机的战力。虽然现在大概只剩下50架，因为当初买了80架，然后伊朗还有很多美式装备，到现在还能用 F-4幽灵式战机、F-5战机，现在都能够用，所以大家就想说，原来伊朗是这么强的国家，对他的空军飞行员非常优秀，他绝对不是马杜洛的那个空军完全不上来迎击就垮掉的那种空军，所以大家要知道，伊朗的空军非常强，但伊朗海军只有炮艇式的那个飞弹巡逻舰而已。那伊朗陆军的话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就是用了这个叫做巴斯基民兵啊，他们现在坦白讲一句，他们没有养一支陆军，因为他们都是靠民兵。那伊朗其实他真的拥有的陆军叫做革命卫队，对，他革命卫队的人数不超过10万人，那所以革命卫队其实老实讲，那是一种象征性保护什叶派政权的一个兵力而已。那但是真正的实际的作战能量如何呢？其实外界不知晓，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大概这个伊朗的陆军没有办法跟现代的先进国家的那个国防武力来相比较，因为他们都非常封闭，而且不跟外界交流，所以他们的资讯坦白讲一句，都是我们外界很难知道的。那所以他这次靠那个巴斯基民兵呢去镇压这场活动。听说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民。那这场暴乱是从2022年那个叫做艾米尼的一个22岁女学生引发到现在。讲句实在话，为了一个女学生她没有包好头巾而引发这么大的动乱，其实我觉得对于伊朗政权而言，那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说，川普现在已经想好了计划要发动。我的感觉就是我个人的观察，这几天就会进行很大程度的军事干预，而这个军事干预呢，可能会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美国可能要下定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达到他在委内瑞拉树威之后，又在伊朗创造一次美国奇迹的美国胜利。对于川普的未来的连任他想要再连任，到底行不行呢？我看就看这一役了。
好，中东战事一触即发，有没有可能伊朗成为在继委内瑞拉州川普下一个就即将要拿下来的地方？因为刚刚干哥也提到说，伊朗的空军特别的强嘛，那其实伊朗现在也在打一种心理战，甚至先发制人，他想要先攻击，在美军先攻击前攻击美军基地，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真的遭袭的话，美伊是否会跨过战争红线？大使又怎么看？美国如果要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话，那一定是这种定点打击，然后呢是重要的这个战略，或者说的目标，包括人，除了这个核子基地然后重要的这个飞弹基地之外，要不然就是针对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涅，或者说是针对他的总统佩德西奇扬。那这些不是那么容易，那可是问题现在美国就一直在给他出兵找一个理由，看起来他是找到理由了。因为川普在前几天他就说，你如果伊朗你开杀戒的话，那我就要动武了。那现在呢，这个到底多少人死不知道，这个我看这个有各种数目BBC 是2000人，而且 BBC 把它讲得非常恐怖，说医院里面那个尸体都叠在那个地方，而且呢，我这些家属去找到尸体的时候，每一具尸体还要花钱赎回，那是人间炼狱，那可是问题就有美国的一个比较受到，就是说其他的 NGO 比较有公信力的。我不是说 BBC 没有公信力 ，BBC 前一阵子被抓到拿美国 CIA 的钱嘛，对不对？那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美国有一个人权活动家的一个新闻社，他给出一个详细说，他说死亡人数538人，那么被捕的人数有1.06万人，那外界一般说这个数目比较可靠，那你要知道这个是伊朗全国，伊朗有多少人口你知道？9000万人。而且伊朗的国土有多大？伊朗的国土跟我们中国的新疆几乎一样大，160万平方公里。我们新疆是166万，伊朗就160万。是，所以呢，它有30几个省，所以说有一半省份都陷入了动乱有动乱发生。那可是呢，德黑兰最近有人住在德黑兰的这些外国的侨民，现在发回来的消息就是说，超商、银行、政府部门正常营运，然后呢，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没有大规模抢购的情况。那我也看到大陆这个相关媒体报了德黑兰的街头，还是上班时间街上都是车子。所以一个国家发生动乱，你可以找到点，因为西方的媒体拍出来很多大规模的抗议纵火爆炸对不对？然后拿这个巴勒维时期的国旗拿出来，对，然后还有这个伊朗的国民军，2个国民军把这个巴勒维的国旗在地铁车站展出来，这些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广泛疯传。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很普遍？不过事实上，伊朗是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点了，因为1月8号当天，伊朗的这个政府下了一个决定，叫断网。断网，甚至电话通讯都断了以后，看起来整个情势立刻就平稳下来了。那个时候很多内部的这些在这个在抗议的团体向外界反映说，请你们赶快叫马斯克打开星链计划。对，然后那个也外传星链计划的地面接收器马上运去了3到10万个，可是呢后来又传出来说，没想到伊朗的这个电战能力那么强，居然把星链计划都把它屏蔽了。所以呢，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伊朗的动乱，起码西方要不然是找不到新证据，要不然是没有消息传出来，看起来好像态势比较平静。不过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一次经济引起的，它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或者宗教团体在后面做长期的支援，所以呢，只能说美国失去了一个出手的机会，那是不是还可以找到机会呢？那伊朗已经强烈反映说，你打我就反击。对，那现在就看川普打不打。是好，如果说川普接下来真的打的话，那接下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的角色又是什么？会支援吗？还是袖手旁观？那像这个又怎么看？
我想这次其实之前的动乱当中也查出说有一些枪支火药，那这个部分在伊朗那么严格管制枪支的环境，还有宗教教义的地方，无疑的一定是外来力量，那么也开始要介入，想要浑水摸鱼哦。如同刚刚大使前面所讲的，这可能当然也是前阵子美国或川普表达他要对伊朗动武，如果不是内部动乱的话。单单就先前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军事性的部分东西，其实恐怕不见得是有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其实这次确实在伊朗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空前危机哦。那到底能不能怎样？到底会不会整个伊朗崩解？当然，在欧美的媒体里头都在看衰，哇，你要崩解掉了。但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有透过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技术性，因为所有的这些的混乱都是扩散。所以，当你网络真的一断了之后，你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干嘛，你连自己的同路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联系上，所以这确实是釜底抽薪的这一招。不过，我们还是看到说，这个东西你说能够解决吗？我不认为，因为要知道这次的动乱它太深沉了。它是从民生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被制裁太多年了，伊朗的社会里头，它的货币贬值到难以想象，所有的东西贵得离谱。他们现在讲说，普遍来讲，一般吃肉的部分，从每个礼拜可以吃2次到每个月吃2次。那所以这里头包括它的货币的一直改变，所以这种民生核心的崩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处理，现在只是暂时的止缓而已，它并不会就平静了。因为要知道，这一次还包括伊朗整个产业的坍塌，因为你的石油各方面的出口都没有办法卖钱，因为被制裁了，不止石油都被制裁了，所以产业其实是这一次企业界是最早出来上街头抗议的，然后民众各方面加入，后来甚至连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加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伊朗其实在先前经历以色列战争，按照道理，民族主义会让大家摒弃里面的问题，不是吗？但你会发现这一次竟然没有哦，而且穆斯林的这个宗教性的控制或者这种把持，其实这一次也坍塌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能说暂缓，但这种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俄罗斯呢，他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但是他能做什么做的有限。因为中俄对于对先前对以色列的部分支持，它就是大国的支持，政治、军事、经贸的支持，碰不到民生问题啊。相较于过去美国来说，美国就是跟伊朗敌对，它的情报战，它就深入基层、民间、学生、企业各方面，在里头煽动。那川普现在虽然没有像过去美国之音已经被停掉了，没有办法这些煽动，可是伊朗已经是自己内部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中国跟俄罗斯这次会感受到，如同委内瑞拉一样，大国友好的合作，通常友好的关系，情报战做的就不会像美国敌对的关系情报战做的这么细密，所以支持的程度对于民生社会，中国俄罗斯就碰不到，碰不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次伊朗跟委内瑞拉会对于中国跟俄罗斯整个它的联盟关系，包括情报的核心，我认为一定会重建。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关心，因为现在呢，中东战事看起来真的是一触即发了。川普现在可能会来进行开战，正式进入倒数。伊朗方面也非常强势。现在说，据传媒体报道，号召了1000万民兵之外，还手握这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希望能够来做反制。如果再加上中俄的战力的话，他们会不会一起出手，还是会袖手旁观呢？中俄伊是否会一起来集体对抗美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开场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川普已经点名了，他会做军事的介入，而且他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街头现在因为示威暴动，所以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美国已经喊话会对伊朗开战，难道进行正式的倒数了吗？第二件事情的是，伊朗号召现在传出1000万的民兵要展开全面的军事化镇压，针对这一些抗议人士，并且他手上握有非常多的武器，不管是有关于飞弹，或者是这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无人机等等，能不能对以色列跟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也会来关心在中俄这一场战役上面会怎么样选边站呢？今天这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讨论。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因为是不是逼近了中东的战争临界点？川普现在最新呛瞎，他说会祭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不排除甚至是军事介入，在伊朗采取强硬手段来
这一些持续的镇压援助抗议的民众。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最可能会采用的手段就是用空袭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川普10日在社群最新发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会来提供协助。刚刚提到了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我们看看伊朗说什么。他说，一旦美国真的介入的话，会立刻的对以色列跟美国的基地展开一个报复性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德黑兰的内部也开始动员了，有一个说法是不是要进行内战的模式呢？伊朗的这个政府他已经号召了民兵做起义，目的是要镇压现在在各地展开的这种反美反以的示威民众。那么官方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境内的民兵人数已经超过了1120万人，是相当多的。会不会真的展开全面的军事化行动呢？这个都会值得观察。另外一方面，现在看起来伊朗它在加速盘点它的军事武器来进行战争吗？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在做随时的待命。其实美国的国防部跟华府智库多名军事专家就已经盘点并且分析过有关于伊朗在飞弹跟无人机方面的战力，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弹道飞弹库，甚至具备这一些洲际飞弹的潜力，并且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法塔赫啊、凯巴尔甚至尼什等型号，对区域就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整理出了有关于伊朗它这些飞弹有哪一些战力是非常强的呢？比较有名的包括了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曾经它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那么技术协同也被指说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就是尼什系列了，它的射程约落在2500公里，现在正在研发的是可以射程涵盖到4000公里左右的。再来看到是伊朗的主力中程飞弹，就是流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武器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比较担心的部分。这背后有谁在做技术的支援呢？现在也直指是否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看到是中国撑腰有关于伊朗的武器被美国报道说多次的运送了飞弹的推进剂关键原料高氯酸钠给伊朗，这个数量是足以让伊朗生产大约500枚的中程弹道飞弹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伊朗目前手上握有数百到2000枚射程可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已经点名要空袭，甚至放话说他准备好了，代表美国对伊朗现在是要开战倒数了吗？刚刚讲到伊朗有这么多的武器，不管是他的民兵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对美以造成实质的威胁吗？老师怎么看？先看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哈，它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因素，那物价、通膨，然后市场的整个混乱，当然也就结合了，就是数十年来他们可能对于伊朗的哈梅尼政府，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政治、经济跟军事实力，但是呢，贪污的传言不断，那连续的在就是政治上做这个操纵。伊朗相对的，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有选举的，是民主的，那有选举的制度，连他的总统都算是有意义的选举。所以这一次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现在看起来从经济上的暴动已经走向政治上的动乱。那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国内的革命暴动？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不过官方的反应现在似乎是从军事到革命卫队，甚至要组织民兵，要开始在做镇压。我必须要讲，伊朗的这次暴动在时间点上，那对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那真的是捡到枪。也就是针对他们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这种无法无天帝国主义式，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说要去支持伊朗人民的争取自由，那甚至呢用军事的手段，那还讲到可能用经济的制裁以及网络的就是制裁，那经济制裁不几十年了，网络制裁。现在伊朗内部网络都断了，你来什么网络制裁、经济制裁还有什么用？那所谓的在军事上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当然一直以来都是个选项。
在以色列的加沙战争大屠杀的时候呢，伊朗跟以色列都发生过几次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就是交换。那到后来最近一波的时候，整个伊朗因为它量多，使得以色列的这个铁穹体系这个应付不暇，那很多的都市像特拉维夫都遭受到这个困境，美国就出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吗？当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它距离发展核武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基本上是在解救以色列。现在呢，它基本上其实在解救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尤其是美国媒体，我看到美国媒体的这种对伊朗的情势已经铺天盖地的说到，好像是要挽救整个伊朗人民，现在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机会。那至于川普是不是真的敢用，我觉得他可能要看情势的发展了。因为伊朗的政府，他现在已经毫无忌讳的去针对可能会危及到他们政权的这个暴动，采取镇压行为。这镇压可能会很血腥，没有错。那外力的介入，如果使得伊朗政权受到影响，甚至这个濒临灭亡的时候，他拥有的武器当然也会报复了。他要报复不一定要打以色列。以美国在伊朗周遭就是波斯湾附近的空军基地，当然还有很多了，基地还有很多，所以这些报复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会报复，所以美国也会去评估说，他如果真的去针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攻击，这个跟打那个格陵兰或者是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CIA 的这种渗透这个能力。不过呢，他当然可以把持续就是伊朗内部的动乱继续的，就是恶化。那会不会因此能够帮到伊朗的暴动去改变政府？我们也不知道。而伊朗如果真的暴动持续，政府更替的话，那下一步伊朗会走到哪里也很难讲。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那在这边这么的重要，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力，未来的发展会很混乱。好，同样问题也要请教蔡委员怎么看？那因为刚刚耳麦也有收到最新消息，是美国的议员最新放话，他说在今天晚上会终结伊朗的暴动，是说今天晚上似乎是不是就会开始动手了？第一个问题要特别请教委员。另外就是刚刚伊朗讲到嘛，他号召了不管是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各种飞弹、无人机、高超运输武器，真的能对美以造成威胁吗？没办法，因为民兵是地上作战的，美国、以色列没有那个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那样的轰炸能量？现在大家在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能量。因为贝鲁特大轰炸了好像40几天吧，就几乎把贝鲁特全部瘫痪了。这是最主要的美国跟以色列可以采取的。而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它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那这个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那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啊，既然没有防空导弹的话，美国的轰炸机啊，这个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啊。然后第三个，伊朗啊，这个残余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什么高超音速导，我是不相信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了，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军事技术上的杂志评估过这个事情。那他攻击以色列是难免，攻击美军基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攻击会有多少的战损，那不知道啊。以色列就要自己去加强了，哈，自求多福啦。然后美军空军基地那倒不是问题，因为美军空军基地真的美军没多少人了，对，所以问题也不大哈。那破坏力也不可能太强，因为美军的防空力量还是有的哈，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发展。那只是说，伊朗的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在经过1波、2波、3波的大轰炸之后，还有多少生存的实力啊？这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教士政权，但是会严重弱化这个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可以说是贪污、贪婪，
还有暴力，还有什么欺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啊。那受的好处都是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拿走了，国防军要钱要不到，那个真正的财政部收税收不到，一般老百姓做生意都还要付钱给革命卫队。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持续很久？而这个暴动刚好是给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了一次的机会。对，那这种机会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也不敢插手。好，所以确实这一场暴动现在其实仍然在持续当中，给了美以可以介入的一个机会。我们呢帮朋友更新一下这一场暴动目前的最新进度，其实已经有100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了。那么伊朗持续的是镇压、血洗多个城市，特别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包括伊朗它的德黑兰急诊室人满为患已经急到护士都来不及做 CPR 等等，伤者大约是落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目前看起来是最多的。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啊中弹，或者是穿过后脑等等，非常的严重。现在伊朗的医院里面都已经挤爆了。我们也持续来看到中俄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来协助伊朗？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有军事同盟关系是根据1961年7月11号跟北朝鲜签的这个就是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的第2条，它根据这个有。那其他呢，它可能有很多跟它友好的政权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去插手，甚至呢有这个华裔啊，像印尼排华，他也会直接跟印尼政府讲，你是在屠杀自己的公民，你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我们就应该有任何人。所以，中国大陆啊是这个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去干预他国内政，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对于伊朗的条约内这个义务。但是呢，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审慎去思考这些消息。西方媒体不是我讲，在这个就是2伊战争或者说是入侵伊拉克还有阿富汗，有太多的假讯息，而且有时候谎话编的到自己都不合理。你看这边镇压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对不起，现在伊朗政权是美国的走狗，以色列的走狗，他去镇压反美，他巴不得你在那边做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而且呢，我讲实在话，就是说，西方媒体所能转述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首都德黑兰这一带，那是不是普遍性的这样有民怨或者民众的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抗争的活动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这个政权在很多地方它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但是呢，你说它完全失控，我觉得倒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假如不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然后去这个用这个弹道飞弹打击，或者说去轰炸，我可以讲说死伤是难免，但炸不出民主，也轰不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来讲，嘴巴上讲了一套，但是使用军事手段绝对是得到相反的效果。